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包括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10亿美元援助的法案2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6号宣布，美将首先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0亿美元的关键防空军备，包括爱国者导弹、火炮弹药和无人机等武器。这也是美国援乌以来最大的单笔支出。但是其交付期可能长达数年之久，因此有不少美国媒体都认为这些钱根本无法扭转战局。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oday an additional commitment of $6 billion through our 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 That will allow us to procure new capabilities for Ukraine from U.S. industry. This is the largest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that we've committed to date. 五角大楼在一份新闻稿中强调，这60亿美元是长期军援。有分析认为，美方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交付。具体项目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额外弹药、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额外弹药、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额外弹药、弹簧刀和美洲豹无人机，还有将美西方防空系统与乌军现有装备进行一体化整合的特种装备等。这些援助到底有多少可以马上进入那个乌克兰的一个军队，成为真正的战斗力？那么我觉得是很可疑的啊！600多亿美元的援助，你指望它在1个星期、1个月里面全部运抵乌克兰前线，我觉得这也是不现实的。但外界认为乌克兰已经等不起了。在当天的五角大楼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提问：乌克兰能赢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回答：这取决于乌克兰自身。General Brown, can Ukraine win? Well, the key part here is to make sure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so this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o put Ukraine in a place that it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 we don't have this broaden to a much wider conflict. 外界注意到，这是美国本周第2项对乌军援案。在法案签署前，美国还提供了一批10亿美元快速发货的军火，主要包括海马斯弹药和155毫米炮弹，以及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标枪导弹、毒刺导弹等，从美国库存中直接提取。而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网站去年底的报道，由于美国军火商每个月只能生产2.8万枚15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但乌军需要11万枚。其他武器生产也面临类似状况，不断的调拨已经引发美军内部人士对库存告急的担忧。还有乌军高层表示，乌方每发射1枚炮弹，俄方能发射10发。外界注意到，乌方高层近期还多次强调，比起炮弹，他们更需要的是爱国者这样的防空反导系统发射器本身。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也明确回应称，美国手里的存货也不多了，因此没有闲置的爱国者系统可以提供给乌克兰。The U.S. Patriot systems right now are being deployed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the Middle East, to protect U.S. troops. If we can unlock further American Patriot batteries, we would send them. 在当前的这个俄乌战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俄罗斯在自2月到3月、4月这3个月是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的纵深要地进行打击了，包括它以前没有涉及到西部的一些基础设施以及基辅的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大楼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乌克兰是急需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俄方的这样的大面积的打击的。美国最新援乌法案中包含提供更多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据悉，其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这意味着其打击范围可以直达俄罗斯本土。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拜登政府对于是否要为乌克兰提供这一系统，内部已经争论了好几个月。五角大楼一开始反对这么做，因为担心会影响美国的导弹库存，进而削弱美军的备战能力，而且也担心乌克兰会使用这类导弹攻击俄境内目标。但随着战场形势恶化，美国态度发生转变。实际上，美方此前已经少量向乌军提供了阉割版的该系统，其射程在200公里之内。美方证实，乌军已经在战场上至少2次使用这一武器，分别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机场以及位于乌东地区的俄军阵地。提供这个陆军先进战术导弹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说他要打击那个俄罗斯军队后方的一个纵深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那个设施和目标，比如说像乌克兰一直强调的，比如打击那个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桥今后可能打击就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的一个能源设施，比如说那个炼油厂那个
火车交通这个枢纽啊等等。战事不等人，但军事分析人士波波维奇推测，美方最早一批援助也要等到6月下旬才能运抵乌军前线，这意味着这段空白期成为俄方的窗口期，不排除后者将加强攻势。乌克兰武装部队前副总参谋长伊霍尔·罗曼年科就表示，美方援助看起来像是一份施舍，以表明我们没有被遗忘，仅此而已。有美国媒体认为，拜登签署610亿美元援乌法案，是想确保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投票之前，乌军在防御阵线上不至于后退太多。但《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乌军今年也不太可能发动大规模反攻。从乌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今年的重点是重组军队，来应对兵源不足的困境。实际上，11月美国大选也为援乌法案的未来增添更多不确定性。美媒指出，主张削减乃至切断对乌军援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令乌克兰政府非常不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迄今为止最大一笔援助60亿美元，用于为乌军采购美制武器装备。那么其中都包括哪些项目呢？是否能够扭转战场局势？根据奥斯汀所说，这笔钱是从美国军工企业采购防空导弹系统、反无人机设备、火炮及炮弹、空地导弹等。显而易见，美国此举军援乌克兰倒在其次，主要目的是给美国军工企业送钱。可以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美国军工企业赚的是盆满钵满，而这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结束，一直在拱火的重要原因。这笔美元看着金额挺大，但对于乌军改变战场局势起不了多大作用。首先，美制武器普遍比较贵啊，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价格就在11亿到13亿美元，60亿美元才能买区5套而已。如果是购买155毫米炮弹呢，也就买70万发，因为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一发的价格已经被炒到了8560美元，贵得离谱啊。而乌克兰现在提出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需求数量是25套，155毫米炮弹400万发啊！注意啊，乌方是同时需求这些武器弹药。那么大家可以算算，60亿美元同时去采购爱国者和155毫米炮弹，数量能有多少？显然和乌克兰的需求相差非常巨大呀。其次，美国这笔6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需要花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乌克兰这儿呢都饿得眼睛发蓝了，美国却只能给乌克兰喂点稀粥，保证乌克兰不至于饿晕过去，却无法让乌克兰变得生龙活虎，去和俄罗斯在战场上较量。试想一下，美国这种给乌克兰吊命的做法，让乌克兰始终处于饿不死却也活不忘的状态，又怎么让乌军改变战场局势啊？有消息爆出，美国之前援乌的 M1A1坦克在战场上一直坐冷板凳，那反映出美国援乌武器的什么问题呢？ M1A1一直坐冷板凳的说法不确切。乌军在今年2月开始把 M1A1坦克投入阿夫杰卡方向与俄军作战，但是表现不佳。到目前为止，已经被俄军摧毁了至少5辆，却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战绩。而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布雷迪海军上将的说法， M1A1由于受到俄军无人机的巨大威胁，现在撤离了前线。从 M1A1坦克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援乌武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不给乌克兰最先进的武器，美军最先进的坦克是 M1A2 SEP3， 而 M1A1呢就比较落后了。最明显的差距是缺乏车长独立周式观瞄镜，不具备猎歼作战能力，防护力也相对较差。爱国者导弹系统也类似啊，美军最先进的是爱国者 PC3 MSE， 但提供给乌军的是出口版爱国者 PC3 CRI。显然，美国担心最先进的武器如果在乌克兰战场被摧毁啊，会严重影响美国军事技术的声誉，以后向外卖就不好卖了。二是武器系统太过复杂，野战维修困难。美制武器在技术上无疑是先进的，但是结构复杂，维修起来呢很麻烦。乌军在作战中受损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布雷德利步兵战车、M777榴弹炮等等美制武器都只能后送到北约的欧洲国家或美国本土进行维修。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维修成本，还导致乌军在武器运用上越发捉襟见肘。
三是控制太严格，使乌军不能根据战场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或改装。美国在去年9月就将 M1A1 坦克交给了乌克兰，但直到今年2月才允许乌军在战场上使用，错过了最佳使用时机。而且，美国不许乌军在 M1A1 上加装抵抗无人机、巡飞弹和反坦克导弹的额外防护套件，比如顶棚、反应装甲等，导致 M1A1 面对俄军无人机、巡飞弹打击时毫无招架之力啊！美国为什么不许乌军加装额外的防护套件呢？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加装额外防护套件之后，显得 M1A1 呢很矬啊，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要求，让乌军士兵呢感到十分不满。